两个氏族的战争开始了。马尔杜克被遗弃于死亡之地，出于怜悯，虽然他被原谅了，但也被孤立了。众神开始划分自己的领地。伊南娜继承了丈夫杜穆齐德的领土和权力。然后，尼比鲁的国王阿努要求来到地球上，一同前往的还有王后安图。但即使是尼比鲁的至高神，也无法预见未来的景象。伊南娜与马尔杜克之间的矛盾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也或许这就是创世神的意志，禁忌武器将带来无尽的死亡和毁灭。尼比鲁之王阿努和他的妻子安图正坐着飞船前往地球的路途中。在地球上，舍姆的后代成了山林之人，生活在连绵不绝的山脉中，而黑头人开始迁徙回他们的故土，等待尼比鲁的皇室到来。因为人类的头发是黑色的，所以被称为黑头人。而阿努纳奇正在着手伊甸园的重新建设并安定下来，也为所有人提供食物。恩基的第一个城市，古老的埃利都的废墟上一个新的埃利都正在矗立而起，那里有无数的泥土和沉积物。中央一座高台上，为恩基和宁基重新建造了一处宫殿，里面用金银和珍贵的金属装饰，这些都是恩基的子女送来的礼物。这座纪念碑被命名为凯旋之主的瓦片之屋，屋顶有12个星座指向天空，标志着这些星座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条河流穿过地底，就像在阿布祖一样，水流中还有游动的鱼。这个地方成了一个没有人能随便进入的圣地。恩基把 ME 公式小心地存放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崛起的金字塔。同时，另一座金字塔被建造了起来，那是下一个尼比鲁基专门为恩利勒和宁加勒而建。这座建筑物在粘土和泥土之上崛起，它是通向天堂的阶梯，共有7个阶段。在内部，恩利勒保管着命运石板。于是，权势之眼在这个建筑上方升起，扫视着大地，观察着一切。恩利勒的天空之鸟则留在庭院中。日子一天天过去，阿努和安图的到来逐渐临近。为了公平，两兄弟决定建造一个天上的住所来迎接他们的父亲，既不靠近恩利勒，也不靠近恩基。它被称为乌努基，一个快乐之地。在这里种植了许多大树，投下浓荫，为尼比鲁的王室带来阴凉。在乌努基中央，一座纯白的建筑崛起，那是阿努的殿堂。当阿努的天船抵达地球时，阿努纳奇人的小型宇宙飞船飞向他。他们引导着阿努的天船安全地降落在导弹之地迪尔蒙，天地纽带之地的指挥官乌图欢迎他曾祖父母的到来。阿努的3个孩子恩利尔、恩基和宁玛也在那里迎接他们。再次见面时，一家人相互拥抱、亲吻，笑了也哭了。他们分别的时间如此之久，而他们的外貌又如此之不同。虽然按照尼比鲁的夏尔时间计算，父母的年龄更大，但他们看起来比在地球上的孩子还要年轻。恩基和恩利勒看起来更老，留着胡须。曾经美丽动人的宁玛现在弯腰驼背，皱纹满面。所有人都充满了欢乐和悲伤交织在一起的泪水。尼比鲁的国王在地球上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天空中，满载客人的天体飞船一艘接着一艘抵达伊甸。在乌努基的旁边，早已准备好飞船降落的地方。所有留在地球上的阿努纳奇都站在欢迎的队伍里，他们挥手欢迎着阿努和安图，充满了激动的神情。在阿努纳奇的陪同下，伴着歌声和音乐，客人来到了阿努的宫殿。在敞开的庭院里，树叶像晚风一样低语。阿努和安图坐在他们的宝座上，恩利勒、恩基和宁玛站在他们旁边。庆祝活动已经开始了。地球上的仆人们奉上了美酒，在一个角落里正在烤制着香气迷人的牛羊。他们为阿努和安图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等待天空中的征兆开始。随着恩利勒的信号指示，精通恒星和行星的祖穆尔登上阿努宫的台阶，在黄昏时宣布行星开始升起。第一步，基沙尔出现在东方；第2步，拉哈姆显现出来；第3步，木姆宣布到来；在第4步出现了安沙尔；在第5步看到拉姆；在第6步宣布月亮升起。然后在祖穆尔的信号下，开始吟唱圣歌，唱起了阿努行星升起的歌曲。伴随着歌声，
尼比鲁带着红色光环出现在最高的第7级台阶上，在音乐声中，阿努纳奇人鼓掌跳舞，歌曲是为了赞美那颗明亮闪耀的行星。随后，篝火被点燃，在夜幕降临之前，伊甸园的每个角落都被篝火照得像白天一样。宴会上的各种美味，加上葡萄酒和啤酒，让阿努和安图非常享受，吃饱喝足。国王向所有的阿努纳奇人道谢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休息。阿努和安图休息了几天几夜，直到第6天，阿努才召集了3个孩子。孩子们告诉了他在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和平与战争。阿努听说地球的居民本应该被恩利勒的誓言所消灭，却再次繁衍生息。恩利勒还向他透露了在海洋之外的土地上发现的黄金，以及新天地纽带的位置。就在这时，恩基告诉他的父亲关于那个梦境以及加尔祖给他的那块板块。阿努感到了困惑，一个叫做加尔祖的秘密使者，可他从来没有派人以他的名义去过地球。那么，当初的加尔祖是谁呢？他又是谁派来的呢？恩基说，多亏了加尔祖，光明之子奇乌苏德拉和生命的种子才得以保存。恩利勒则说，因为加尔祖，我们不得不留在地球上。他警告我们，如果返回尼比鲁，我们会面临死亡。阿努暗道一声卧槽，怎么整出了悬疑感来了？恩基和恩利勒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不是你，那么是谁派了加尔祖呢？宁玛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加尔祖以全能创造主的名义前来。停顿了一会后，他继续说，难道地球人类的创造也是命中注定的吗？片刻之间，4人都沉默了下来，心中回想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阿努表示，尽管我们已经制定了命运，但无上命运的手依然指引着每一步。既然这是全能创造主意愿的明确体现，而我们只能是这里的使者，地球将来是属于地球人的，保护和推进他们的发展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而这也是我们的命运。阿努的话基本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于是这些决定命运而又伟大的阿努纳奇进行了交流和商议。意识到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做出了最重要的决定，与人类分享他们的知识。因此，他们计划建设城市，并创建神圣的居所来容纳阿努纳奇自己。在地球上，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尼比鲁的统治制度，他们会选择一个人类来接受王冠和权杖。通过他，阿努纳奇的启示将会传达给人民，以增强他们的能力并扩大他们的劳动范围。为了确保人类会持续效忠于阿努纳奇，他们建立了神圣的神龛，并设立祭司阶层。这些祭司会直接侍奉和崇拜阿努纳奇，并将他们视为神圣和卓越的存在。此外，这些祭司还将接受秘密知识的教导，其目的是向人类传递文明，从而建立起一个人类自己的文明。在这个伟大的计划中，阿努纳奇展现了他们古老的智慧，以及认识到人类在各方面的潜力。他们的意图很清晰，引导人类走向宏伟的未来，分享秘密和指导，使人类能够走上发展和繁荣之路。因此，他们决定创建4个区域，其中3个是为人类而设，而其中1个则是留给阿努纳奇自己。他们把第1个区域建在古老的伊甸之地，这个区域由恩利勒家族掌管。然后，在2条海峡之地建立了第2个区域，这些土地由恩基氏族所负责。而第3个区域则划分给了圣女伊南娜，那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不与其他2个区域接壤。最后，他们确定了第4个区域，专属于阿努纳奇的，位于天地纽带之地的半岛。在4个区域和人类文明的命运决定之后，阿努提出了关于他的孙子马尔杜克的问题，坦言他想再见马尔杜克一次。阿努回想起，因为他的决定，杜穆奇德和宁吉什奇达被带到了尼比鲁。他想知道马尔杜克的愤怒是否是由他引起的，因此阿努希望重新考虑对马尔杜克的惩罚。恩利勒回答道，当您到达大洋彼岸的土地时，我们将通知马尔杜克与您见面。马尔杜克正在那片荒芜的土地上徘徊。阿努同意了。出发之前，阿努和安图一同参观了伊甸园，然后他们穿过埃利都，经过尼比鲁基，这样他们可以了解到各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然而，
恩利勒则向阿努抱怨哥哥恩基把 M.E 留给了自己。王座上，阿努赞扬了恩基。阿努说：“我的儿子已经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伟的住所，在这个平台上，环绕和服务他的人将得到很多的知识。现在 M.E 中的秘密知识必须与其他的阿努纳奇分享。”恩基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尴尬，承诺会与所有人分享阿努的神圣知识。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努和安图乘船游历了其他地区。在第17天，皇室夫妇回到了乌努基。第二天，年轻的阿努纳奇站在阿努和安图面前，寻求他们的祝福。在这段时间里，阿努接见了伊南娜，他拥抱并亲吻了她，然后说：“我宣布，这个地方在我们离开后，将作为嫁妆赠给伊南娜，将探索地球的宇宙飞船作为礼物送给她。”伊南娜兴奋地开始唱歌跳舞，唱着赞美阿努的颂歌。告别了阿努纳奇，阿努和安图启程前往海洋的彼岸。恩利勒、恩基、尼努尔塔和伊什库尔陪同他们一起前往这片黄金之地。为了给国王阿努留下巨大的精彩印象，尼努尔塔在那里为阿努和安图建造了一个住所。完美切割的石块表面镶嵌有闪闪发光的金子。住所建在边缘的大珊瑚上，阿努和安图可以观看到金块的收集过程。满意之后，阿努说：“这里的金子足够了，可以应付很长很长的夏尔时间。”然后，尼努尔塔向阿努和安图展示了一个人工土丘，他解释了这个金属熔炼和提炼场所的建造程序，还展示了如何从石头中提取金属。这个地方被称为阿纳克，这个大湖被命名为阿纳克湖。阿努和安图开始乘船航行，在船上，他们可以看到北方远处的土地上有巨大长角的动物。随后，马尔杜克出现在父亲恩基和祖父阿努面前，他的儿子那不就站在他的旁边。恩基问道：“萨尔帕尼特呢？”马尔杜克摇了摇头，悲伤地讲述了妻子的死亡。现在，只有那布和他一起相依为命。阿努将马尔杜克紧紧拥抱在怀中，说：“你已经受够了惩罚。”接着，阿努走近，将右手放在马尔杜克的头上，祝福了他。这样，马尔杜克得到了宽恕。所有人都聚集在一片金色的平原上，阿努和安图站在天体飞船下面，飞船上装满了金子，把整个飞船映成了金色。是时候启程了。告别时，阿努道：“让命运自己来回答吧。如果地球人注定要继承地球，那就把地球留给他们，向人类提供知识，教导他们公正和正义的法则，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授关于天地的秘密。”阿努拥抱并亲吻了每个人。装着金子的天体飞船从地球升向了天空。为了纪念阿努的到访，阿努纳奇决定开始用另一个时间技术。这个技术是根据地球的年份，而不再用尼比鲁的夏尔来计算。这个技术始于公牛时代，这是恩利勒的时代。马尔杜克率先打破了寂静，他的话语充满了愤怒。这个新的天地纽带之地是什么？在我流放期间发生了什么？而我一无所知。马尔杜克要求解答。恩基走近，告诉马尔杜克关于4个地区的计划。此刻，马尔杜克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他质问道：“为什么是伊南娜？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杜穆奇德，她竟然还能获得领地。”恩利勒则说：“决定已经做出，不会改变，你急也没用。”随后，各自乘坐自己的飞船回家。临走时，恩利勒只是伊什库尔留下来看守黄金。当阿努纳奇的领袖们抵达了第一个文明区伊甸园时，他们开始教导地球人类如何制作粘土砖、建造城市。人类开始为阿努纳奇创造宏伟的神圣住所，人们称这些地方为神殿。作为高等领主和神明，阿努纳奇被地球人类奉为神，受到尊崇和崇拜。阿努的命令得到了遵循，人们开始用数字称呼那些伟大的阿努纳奇。天神阿努被分配的数字是60，恩利勒被赋予数字50，恩利勒的长子尼努尔塔获得了相同的数字50，主神恩基占据了40的位置。恩利勒和宁加勒之子南纳尔获得了数字30，对于南纳尔的儿子和继任者乌图获得了20的位置。其他阿努纳奇领袖的儿子们则获得了10的数字等级。
5的等级则由阿努纳奇女性和他们的配偶共享。人类与阿努纳奇之间开始了共存，神庙扩建，城市也在不断发展。在埃利都和尼比鲁基的神庙建造之后，拉格什的吉尔苏地区也得到开发，尼努尔塔受命负责该地区。这个地方的神庙被命名为恩尼努，意为50之屋，是尼努尔塔和他的妻子巴乌的神庙。伟大的黑色天空之鸟就在这里。恩尼努受到了最高猎手和最高击打者的保护，这是阿努留下的武器。新的希帕尔建在洪水后的泥土上，乌图和他的妻子阿亚的住所就建在新希帕尔的天空上，那就是闪耀之屋埃巴巴。在那里，乌图为人类颁布了正义的法律。在其他地方，因为无法提供建设所需的泥土，古老的计划只能搁置，无法延续，于是只能选择新的地方。在舒鲁巴克附近建造了阿达卜，被称为援助和疗愈的知识之屋的神庙，那是宁玛的住所。宁玛在那个圣殿中归档了包含地球人创造信息的 ME， 也为南纳尔建立了一座城市，有直街、码头和运河。这座城市被称为乌里姆，后来被称为乌尔。在乌尔内，寺庙被称为王座之种之屋，月光映射在上面。伊什库尔返回了北部的山地地区，在那里建造了另一座寺庙，被称为7重风暴之屋。伊南娜接受了阿努给他留下的礼物乌努基，后来被称为乌鲁克。马尔杜克和纳布则留在了埃利都，就在伊甸的城市里，而他们都没有自己的领地或者寺庙。在第一区域即伊甸之地的区域内，阿努纳奇开始向人类教授技能和手艺。田地种满了粮食，船只在河流中来来往往，羊圈和谷仓也都非常充盈，繁荣填满了大地。而后，第一区域被命名为苏美尔，后来被称为高耸的守望者之地。然后，阿努纳奇决定，黑头人也就是地球人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城市。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基斯，也就是权杖之城，就像在尼比鲁的王权一样。在地球上的基斯将产生属于人类的王权，在那里矗立着代表尼比鲁王权的闪亮雕塑。尼努尔塔前往埃利都与恩基交谈，请求使用 ME 以启动地球人的王权。恩基授予尼努尔塔50个 ME， 由此尼努尔塔任命了第一位人类国王，赐予他的头衔是强大的人类。在基斯，黑头人学会了数学、数字、写作以及如何酿造啤酒。在尼努尔塔的教导下，人类开始从事铁匠工作，他们制造了轮车。随后，尼努尔塔还向地球人传授了公正的法律。歌曲和赞美之声传颂着尼努尔塔，这些赞美是为了他和他的功绩，以及那只保卫着黑色的飞鸟而唱的。这是属于尼努尔塔荣光，他荣获了弓箭手的星座。与此同时，在乌鲁克，伊南娜也在策划他的领地设施，他很期待属于自己的第3区域。但其他的阿努纳奇表示，第3地区将在第2地区完成之后建立，这让伊南娜很不满意。他注意到尼努尔塔去了埃利都，并在那里获得了王权的 ME， 因此他构想了一个计划。伊南娜派他的侍女宁舒布尔前往埃利都，向恩基传达伊南娜的拜访。恩基同意了，并命令他的宰相伊西穆德为伊南娜的到访做准备。甜美的葡萄酒、啤酒瓶和涂有黄油的大麦蛋糕被堆砌在餐桌上。伊南娜独自进入了恩基的住所，并由伊西穆德引领进入内室。伊南娜美丽动人，身披珠宝，穿着轻薄的礼服，毫无局限地展示出她美妙的身体。她迈着优雅的步伐，让长袍展示出她完美而有轮廓的曲线。恩基完全迷失在了这样的诱惑面前。他们喝了2杯甜美的葡萄酒，然后他们开始比赛喝啤酒，筹码就是 ME。伊南娜笑了，恳求恩基给他一些 ME 作为筹码。恩基完全被她的美丽迷住，将7个 ME 交给了伊南娜。这些是有关于统治和王权、祭司职务和写作，关于爱的装扮和战争的音乐和歌曲、木工、贵金属和宝石的神圣公式。在比赛中，恩基一个接一个地把 ME 交给了伊南娜，直到最后，他交出了建立文明王国所需的94个 ME。之后，恩基陷入了沉睡，而伊南娜拿着94个 ME 快速地离开了恩基的住所，
前往他的领地。当恩基醒来时，暗知大事不妙，立马吩咐他的大臣伊西穆德追捕伊南娜，把所有的 M.E 都要拿回来。很快，伊西穆德就在乌鲁克附近拦截了伊南娜的飞船。伊西穆德告诉伊南娜，他应该返回埃利都消除恩基的愤怒。于是伊南娜回去了，然而此时 M.E 已经不在他手上。伊南娜早已将 M.E 交给了他的侍女宁舒布尔，并让他将 M.E 带到乌鲁克的阿努之家伊南娜的住所。恩基气急，这小妞连岳父都敢诱惑，坚决地说：“以我的权力之名，以我父亲阿努之名，我命令你将 M.E 归还。在他们归还之前，你将被囚禁在我的住所。”恩利勒听到此事，立即前往埃利都解决这件事。恩基、恩利勒和伊南娜三人聚集在一起。伊南娜说：“我有权拥有 M.E， 是恩基把他们交到我手中的。”恩利勒疑惑：“这是真的吗？”恩基低声承认说：“是的。”恩利勒下令：“那么，在基斯的王权完成之时，将传给乌鲁克伊南娜的领地。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偏向自己的女儿，不是？”于是情况得以解决，乌鲁克的王权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这一消息传到了马尔杜克那里，他极度愤怒，他的愤怒无法言喻。马尔杜克说：“我已经遭受了足够的羞辱。”他大声喊道：“我要在伊甸拥有自己的城市，我要求恩利勒为我指定一座城市。”面对马尔杜克愤怒的呼吁，恩利勒出奇的平静，丝毫不理会对方。既然如此，马尔杜克只好自己给自己划分领地，反正他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选择了一个曾被考虑用来接待阿努的地区。他的儿子纳布则召集了散布在地球各地的一级级人，为马尔杜克建造了一座神圣的城市，以及一个供天体飞船停靠的地方。然而，当马尔杜克的追随者抵达那个地点时，他们发现没有可以用来建筑的石头。于是马尔杜克教他们如何制作砖块，并将它们放入火中烘烤，使其能够用作石材。他们开始建造一座高耸入云的塔。恩利勒注意到了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用柔和的话语试图安抚马尔杜克。很显然，马尔杜克并没有理会他这个伯伯。恩利勒自然也无法阻止马尔杜克和纳布的计划。恩利勒立即在尼比鲁基召集了他的儿子和孙子，一起考虑如何制止马尔杜克。恩利勒说，马尔杜克正在建造一座未经授权通往天堂的门户，一条通向天堂的通道，还将这座塔交给了地球人。尼努尔塔说，如果我们允许这种事发生，将会影响地球人的其他事情。这个邪恶计划必须立即停止，现在，马上。显然尼努尔塔有些激动了，他不想让这个对手有一点的翻身之地。大家都同意尼努尔塔的话，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在黑夜的阴影下，恩利勒的追随者悄悄地靠近了马尔杜克的建筑区域，并对正在建设中的塔投下了火焰和硫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他们还毁掉了整个营地。恩利勒做出了决定，从现在开始，我将打破地球人的统一，混淆他们的思想。直到现在，地球人都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团结一致，互相理解。从此以后，将混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产生交流障碍。这是自从地球年份开始计数以来的第310年。于是，土地上的人们开始说着不同的语言，每个人的书写也不相同，以便他们不能相互理解。就这样，权杖之城的408年间，共有23位国王。同样在基斯，一个受人爱戴的国王伊塔纳进行了一次通往天空的旅行。按照恩利勒的决定，在指定的时间，统治权被转移到了乌鲁克。基斯里标志着尼比鲁王权的发光雕塑也被转移到了伊南娜的领地。人们为伊南娜，这位光芒四射的女神，唱起了颂扬之歌。身披华丽的服饰，深受天堂和地球的爱戴，由阿努的爱心所祝福，伊南娜受到了伟大的颂扬。伊南娜握着神秘的 M.E， 他们适用于统治之冠，拥有高级祭司的转职知识。向伟大的 M.E 致敬，她伊南娜是神圣而秘密公式的守护者。这是从地球年代开始的第409年，统治权从第一地区直接转移到了乌鲁克。
为了统治神庙伊安娜的高级祭司被任命。与此同时，马尔杜克前往双峡之地，即第二地区。一旦第二地区建立起来，他就能成为那里的主宰。当他到达双峡之地时，他受到了宁吉什奇达的欢迎，后者向他解释了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宁吉什奇达告诉马尔杜克，他正在辅佐定居在这里并与地球女性结婚的阿努纳奇后裔来管理这些土地。马尔杜克很快意识到他的命令已经消失了，并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他想得到答案，他指责宁吉什奇达破坏了隐藏的神秘之物，并指责他对赫鲁斯所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赫鲁斯被迫来到一片荒芜且干旱的地方，远离了一切和亲人。两位兄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造成了骚动。马尔杜克说：“你曾篡位于我，从现在开始，你只能作为我的助手存在。如果你倾向于叛乱，你应该去寻找另一个地方。”于是，在接下来的350年里，马尔杜克和宁吉什奇达在双峡之地争吵不休。在此期间，那片土地陷入了混乱。就在这时，恩基告诉了宁吉什奇达前往的地方。恩基说：“以和平的名义，你去别的地方吧。”宁吉什奇达只好带着一群追随者前往了大洋彼岸的土地。此时，在地球年的计数中，已经过去了650年。宁吉什奇达一到新的领域，就被赋予了翼蛇的名号，他被称为羽蛇神。在新的土地上，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时间技术。在双峡之地，马尔杜克的领地第二个地区建立起来。在第一地区的编年史中，它被称为马干瀑布之地，也被称为古埃及。但在第二地区的人们看来，在语言被混淆的时候，它是海姆塔及深褐色的土地。现在，阿努纳奇称之为涅特鲁，意为守护者、守望者。马尔杜克被尊崇为光明者，开始被称为拉。开发者恩基被尊奉为帕塔。宁吉什奇达则被记忆为特胡蒂或托特，意为神圣的测量者。为了抹去兄弟托特的记忆，拉决定修改狮身人面像，提醒他的儿子奥西里斯创造一个新的形象。此外，拉改变了计数法，之前是以60为单位，现在改成了以10为单位。又通过对太阳的观察，他将一年分成了12个部分，并将托特的北方和南方城市合并成一个皇冠之城。拉在两片土地交汇、大河分流之处建立了一座权杖之城，并任命了一位阿努纳奇的后裔为国王，他就是美尼斯。他的统治始于埃及法老的第一王朝，并称这座城市为美纳内弗或孟菲斯，意为美纳之美。美尼斯让这座城市闪亮发光，以至于超越了第一地区。为了尊敬他的长辈，拉又建造了一座神圣的城市，并以尼比鲁的国王之名将这座城市命名为阿努。然后，拉又为他的父亲帕塔修建了一座庇护庙宇，在其顶端有一座高塔指向天空。在拉的神圣殿堂里，他将天体飞船的上半部分放在了那里，被称为本本。拉就是通过这艘飞船从遥远的尼比鲁星旅行而来。在新年的那一天，国王将兼任大祭司执行仪式，只有在那一天，拉才会进入星之房间，在本本前摆放祭品。帕塔兴奋不已，为了造福第二地区，他把各种各样的神秘物品献给了拉，父子俩变得更亲近了。帕塔问他的儿子拉：“我知道的，你不知道吗？”于是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识给拉，只有复活死者的知识除外。帕塔向拉献上了白羊星座，从而使拉成为12位众神之一。帕塔调节了哈皮大河的水流，为拉和他的人民提供水源。土地丰饶肥沃起来，人类和牲畜开始迅速繁衍。眼看着第二地区大获成功，领袖们被鼓励着去建立第三地区。他们决定将其规划在伊南娜的领地上，如之前所承诺的那样。然后给他指定了一个天体星座。伊南娜被认为是12位伟大的阿努纳奇之一，伟大的天体众神之一。之前，他与他的兄弟乌图共享双子星座，但从这一刻起，来自宁玛的礼物——少女星座被分配给了伊南娜。此时已是地球计数的860年，而第三地区远在东方的高山之地，需要越过7道山脉。伊南娜在高地上的领地被称为扎木石，即60宝石之地。
其中还有阿拉塔森林之国，他们建在一条蜿蜒的大河谷地中。人们在广阔的平原上种植谷物，饲养牲畜，在那里，他们还用泥砖建造了2座用来装盛谷物的城市。根据恩利勒的命令，智慧之主恩基为第3地区创造一种改良语言和新的书写符号，这是一种人类不知晓的语言。然而，第3地区并未获得文明领域的 ME。恩基表示，之前伊南娜用不光彩的手段已经得到了，作为他自己领地上的第3区域将不再提供相关的 ME。而后，伊南娜任命了一个牧羊人首领为第3区域的国王，他与他心爱的杜牧奇德有许多相似之处。伊南娜乘坐飞船，飞越山脉和山谷，不断地往返与乌鲁克和阿拉塔之间。原来，他非常喜欢札木石的一种珍贵的石头纯净的青金石，并将其带到了乌鲁克。此时，乌鲁克的第2任国王恩梅尔卡扩大了乌鲁克的疆界，他渴望阿拉塔的财富，并计划成为阿拉塔地区的主权者。于是，恩梅尔卡派遣使者前往阿拉塔，要求将财富作为贡品上缴。使者翻越7座山脉，穿过干旱的土地，然后在暴风雨中前进，从乌鲁克到达了阿拉塔。在阿拉塔国王面前，使者传达了恩梅尔卡的话语，他逐字逐句地重复，但是阿拉塔国王无法理解他的语言。然后，阿拉塔国王给了他一根刻有信息的木权杖，要求乌鲁克与阿拉塔分享他们的 ME。为了和平，还送上了一份皇家礼物，不过是几头驴和几车谷物。不过，当恩梅尔卡收到带有铭文的木权杖时，他也无法理解其中的信息。他把木权杖从光明带到阴影，再从阴影带回光明。这是什么木头？他好奇地问道。然后他命令将它种在王宫的花园里。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权杖上却长出了一棵树。恩梅尔卡转向他的祖父乌图：“我该怎么办？”乌图代表恩梅尔卡向尼萨巴请求帮助。于是尼萨巴教会恩梅尔卡用阿拉塔的语言在粘土板上刻下他想要说的话。名叫班达的使者带着粘土板来到阿拉塔王宫，上面的信息显示着屈服或战争。面对这个消息，阿拉塔国王面无表情地说：“伊南娜并未抛弃我们的王国，所以阿拉塔绝不屈服。如果乌鲁克想要战争，那就来会一会我们英勇的战士吧，让战争开始。”不过，阿拉塔国王后来一想，战争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于是他表示让2国和平地交换财宝，乌鲁克需要用他们的 ME 来换取阿拉塔的财富。于是，使者班达又走上了回城的道路，携带着不同的消息，既不是屈服，也不是战争，这是一个和平的消息。但在回程路途中，班达突然病倒在地，病得很重，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同伴们试图复活他，但徒劳无功。班达的尸体被遗弃在胡鲁姆山上，就暴露在空气中，以至于乌鲁克并没有得到阿拉塔的财富，阿拉塔也没有获得乌鲁克的 ME。在第3地区，文明的人类并没有迎来和平。与此同时，伊南娜渴望拥有更多的领土，并遗忘了那些被托付给他的领域。他因失去爱人的空洞内心无法被填满，变得开始失去理智。尽管他在乌鲁克拥有阿努的王宫以及第3地区的领土，但这对他来说仍然不够。伊南娜心神不定，他不断地在乌鲁克和阿拉塔之间旅行。他仍在哀悼他心爱的杜牧奇德的死亡，他对爱的渴望依然难以满足。在一天夜晚，他在幻想和梦中看到了杜牧奇德，他的形象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说着：“我会回来的。”然后杜牧奇德向他承诺了他在2个山脊之地领域的荣耀。为了追求梦中的预兆，伊南娜在乌鲁克建了一座名为吉古努的屋子，那是一个夜间愉悦之家。年轻的英雄们会在婚礼的夜晚来到吉古努，在这里他们能够享受到甜蜜的言辞和爱抚的诱惑。伊南娜向他们承诺了美好的未来，把他们想象成杜牧奇德。第2天早上，年轻的英雄们早已死在了他的愉悦之床上。就在此时，使者班达竟然活着回到了乌鲁克。伊南娜尖叫道：“这是个奇迹，一个奇迹！”原来班达是他兄弟乌图的后代，
伊南娜明白，这个奇迹的力量已经赐予了他和乌鲁克地区。伊南娜认为班达就是他心爱的杜穆齐德。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伊南娜呼唤着他心爱的杜穆齐德。与此同时，穿着腰带和外袍在家洗澡的班达莫名的就来到了伊南娜装饰着鲜花的床上。夜晚结束，早晨敲门而来，班达竟然还活着。伊南娜欢呼：不死之力已经掌握在我手中，我将得到永生。然后伊南娜给自己起了女神的称号。伊南娜的父母南娜和宁加勒对她的宣言并不满意，恩利勒和尼努尔塔对伊南娜的言论感到困惑，就连他的兄弟乌图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恩基和宁玛讨论了这件事，死人复活，这是不可能的。在苏美尔的土地上，人们为自己的幸运感到自豪。地球人说，神奇就在我们中间，他们能够战胜死亡，赐予永恒的生命。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在乌鲁克，卢加尔登上了王位，继承了他父亲恩梅尔卡的位置。他的称号是伟大之人。卢加尔与南娜和宁加勒的后代被称为8月宁松的宁松女神结合，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吉尔加美什。之后，吉尔加美什登上了乌鲁克的王位。随着岁月的流逝，吉尔加美什一直在研究生和死的奥秘。他向他的母亲宁松请教了这个问题。他询问为什么他的祖先会死去，难道他们不是阿努纳奇的后代吗？吉尔加美什问道：神奇会死吗？而我作为2/3的神奇，我会像凡人一样死去吗？宁松回答道：只要你在地球上，你将遵循所有地球人的命运，死亡的阴影一直会笼罩着地球人。但如果你被带到尼比鲁，或许你将在那里获得长寿。宁松请求指挥官乌图将吉尔加美什带到尼比鲁，虽然他没有得到答复，但宁松依旧坚持不懈地每天恳求乌图。最终，烦不胜烦的乌图只好同意了妹妹的请求。而宁玛和恩基也为吉尔加美什创造了一个替身，他的名字叫恩基杜。他并非出生于子宫胚胎，身上也没有血液流动。恩基杜与吉尔加美什一起前往着陆地点，不过那里有一只喷火的怪兽守护着，阻挡任何人类的进入。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不久后，英雄们就成功地击败了怪兽，将它撕成了碎片。不过，当他们寻找到通往阿努纳奇隧道的秘密入口时，又遇到了另一个守护者，一头天空之牛，是恩利勒的创造物。两人不敌，只能往回逃窜，而这头牛竟紧追不舍地跟着两人来到乌鲁克的入口，在城墙前借助英勇的士兵恩基杜击败了这只怪兽。当恩利勒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很痛苦，他的悲伤声传到了阿努的天堂。恩利勒心中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由于杀死了天空之牛，恩基杜被处以水刑，将他淹死在水中。而吉尔加美什在母亲宁松和舅舅乌图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吉尔加美什依旧不死心，仍然寻求尼比鲁的长寿。乌图允许吉尔加美什继续前往太空船之地。经过许多挑战后，吉尔加美什终于找到了迪尔蒙，这是阿努纳奇的秘密和禁地第4地区。在那里，通过地下通道，吉尔加美什找到了一座珍贵的宝石花园，还意外地遇上了奇乌苏德拉。奇乌苏德拉与吉尔加美什分享了洪水的事件，并向他透露了长寿的秘密。奇乌苏德拉说，花园中有一种植物，生长在井中，这种植物能让他和他的妻子不受衰老之苦。这种植物与地球上的其他植物不同，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活力和力量。而这份礼物是恩基在救赎之山上赐予他的，并得到了恩利雷的祝福。为了追求长寿，吉尔加美什趁着奇乌苏德拉和他的妻子入睡的时候，给自己脚上绑上石头，潜入水中。他抓住了长生植物，将它从深处连根拔出。最后，他把这株植物放在袋子里，匆忙穿过秘密的通道，回到了乌鲁克。因为旅程劳累，吉尔加美什陷入了沉睡。在沉睡之中，一条蛇因长生植物的香气所吸引，并偷走了它，带着它消失了。第二天醒来的吉尔加美什意识到长生植物的失窃，他坐下来暗自懊恼。空手回到乌鲁克的吉尔加美什不得不迎接他作为凡人的命运。
在吉尔加美什之后，乌鲁克又产生了7位国王。这是发生在乌努基土地上的故事，后来在圣经中称为以列克，是英雄和半神的地狱。此时来到地球纪元的1000年，第一地区的统治权被转移到了乌尔，那是南纳和宁加勒的城市。在第二地区两河之地，拉密切关注着一切动态，他注意着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他观察了人们对伊南娜的意象和梦想的评论，言谈中透露出伊南娜对杜牧齐德归来的期待。伊南娜对他所拥有的一切不满足，他策划更多，等待着杜牧齐德的归来，以实现他的强大和梦想中的统治。由此，拉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必须要采取行动来阻止伊南娜。毕竟两人如今拥有不可调和的仇恨。拉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力量，创造一系列事件，挑战伊南娜的野心，恢复稳定。他知道伊南娜的野心可能会破坏阿努纳奇人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微妙平衡。他还理解伊南娜对权力的追求和操纵事件的潜在后果。拉与他的追随者开始策划一系列事件，包括操纵梦境和意象，传播谣言，并影响各种情况的结果。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转移伊南娜的注意力，阻碍他的计划，阻止他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随着错综复杂行动和反应结果的展开，也加剧了阿努纳奇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微妙的权力平衡进一步受到压力，不同地区的命运悬而未决。伊南娜敏锐而狡猾，感觉到了他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意识到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操纵这一切，他决定重新寻找掌控自己命运的方法。阿努纳奇人之间权力、影响力和个人欲望的斗争继续进行。拉采取的每一步行动，在相互关系和野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中产生了涟漪效应，塑造了古老土地上的事件进程。为了对抗伊南娜的扩张计划，拉决心寻找关于死亡、复活和永生的答案。能够赐予生命的神明的观念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此拉自称为一个强大的神。拉说，如果永生已经赐予了其他人类，那么他掌管地区的国王也能拥有永生，让第二地区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国王接受祝福。拉决定让涅特鲁的后代前往尼比鲁，在另一个生命中，在他们超越生命的旅程中，在来世中旅行。于是拉教导国王们如何建造面朝东方的陵墓，他亲自为祭司文士们口述了一本长篇著作。书中详细描述了在另一个生命中的旅程，超越生命旅程的细节，详细描述了死后的旅程。这本书讲述了如何到达杜阿特，即天上飞船的地方，也是指古埃及的冥界。杜阿特是埃及对西奈半岛的第4地区的称呼。然后他又教导了如何通过天梯升上天堂，前往不朽之星。他指出应该从生命之树饮用返老还童之水，直至饮足为止。他解释了众神降临地球的事情。拉向祭司们阐述了有关众神的知识。他告诉他们黄金是生命的辉煌。他说黄金是众神的肉体。然后拉示范了如何获取黄金，并表示应该派遣远征队前往阿布祖和下界获取黄金。在君王拉和指挥官的武力下，征服了并非属于他们的土地。拉侵略了其他兄弟们的领土，他们向马尔杜克的父亲及古埃及中的帕塔抱怨。帕塔与儿子拉进行了交谈，但此时的拉早已不是当年的马尔杜克了，并没有听从他父亲的劝告。他内心的计划是成为4个区域的统治者。在他父亲面前，拉坚定不移地宣称：地球是我的，我将统治整个星球。在乌鲁克的统治权转移到乌尔之后，人们欢欣鼓舞地朝他们微笑。作为数字30的位阶，月神南纳尔受到了崇拜。他规定每年有12个节日，每个节日对应1个月亮月份。他为12位伟大的阿努纳奇之一的每一位都专门规定了1个月份。于是这一传统在第一地区传播开来，适用于阿努纳奇众神。圣殿和寺庙被建造起来，人们可以直接向自己崇拜的神祈祷。文明开始从苏美尔第一地区传播到其他邻近的土地。在人类城市中，当地的统治者会被任命为正义的牧羊人。工匠、农民、牧羊人和织工可以在整个领地交换产品，公正的法律被颁布，贸易、婚姻和离婚合同得到尊重。
年轻人在学校里学习，抄写员记录赞美诗、谚语和传承智慧。丰富和幸福在大地上扩散，同时争端和侵略也悄然发生着。伊南娜乘着他的天体飞船，不停地在各地穿梭。他与乌图欢愉，还前往他叔叔伊什库尔的领地。伊南娜喜欢称呼伊什库尔为杜杜，意为心爱的人。在飞行中，他发现居住在2条河流之间平原上的人们的语言悦耳动听，他很快就学会了这种语言。他们给了伊南娜起了伊西塔尔这个名字，这是他们语言中表示拉哈姆行星的名字。在那些人的语言中，伊什库尔被称为阿达德，南纳尔被称为星，乌里姆城当时被称为乌尔，与我们现在所称的相同。恩吉被称为苏美尔，是守护者之地，明亮的太阳乌图被称为沙马什，而恩利勒则被称为富恩利勒，尼比鲁被称为尼普尔。所有这些都有鲜明的对比和显著的差异。在第2区域，拉并不允许多样性，因为他渴望独自统治。拉宣称自己是天堂最古老者，是地球上的长子，来自最早的时代。他下令以这种方式唱赞美诗，他希望祭司们称呼他，并以此来了解他。永恒之主制造永恒的存在，主持所有神奇，没有相等者的伟大，独一无二。拉宣布：我是拉，我高于所有其他神奇。然后他将自己的力量和属性归于自己。拉继续说道：我像恩利勒拥有统治和法令，我像尼努尔塔擅长锄头和战斗，我像阿达德知晓雷电和雷鸣，我像南纳尔照亮夜晚，如同乌图我就是沙马什，如同尼尔加尔我统治下界，如同吉比尔我了解黄金的属性，从那里出产铜和银，正是我发现了它们。如同宁吉什奇达我指挥着数字及其技术，天空述说着我的荣耀。在这些宣言中，所有的阿努纳奇领袖都懵了，他们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兄弟是不是疯了，决定去找帕塔。尼尔加尔则将他的担忧传达给尼努尔塔。帕塔询问拉发生了什么，你的声明前所未闻。拉说，父亲是天空，天空在说话，并且在谈论我的至高无上。拉继续说道，天空中天牛恩利勒星座的象征被他自己的后代所杀。天空中白羊座时代，我的时代即将到来，预兆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帕塔从埃利都的住所出发，观察了12个星座的循环。在春天的第1天，也就是1年的开始，人们仔细观察了日出。那一天升起的太阳位于金牛座的星群中。在尼普尔和乌尔，恩利勒和南纳尔也进行了同样的观察。在下界遗弃之地，尼尔加尔表示，白羊座的时代还很遥远，现在仍然是金牛座的时代，属于恩利勒的金牛座。在他的领地中，拉没有放弃他的主张，他得到了儿子纳布的全力支持。拉派遣使者到不属于他的领域，宣布白羊座时代的来临。阿努纳奇领袖们请求宁吉什奇达教导人们如何观察天空。于是宁吉什奇达用他的智慧构思了石质建筑，尼努尔塔和伊什库尔帮忙建造了它们。在各地，他们教导人们如何观察天空，向人们展示太阳仍然升起在金牛座。此时阿努纳奇这些众神却依赖于人类的支持。恩基以关注和伤感的心情观察着，他思考着命运是如何被扭曲的。在第1区域，阿努纳奇决定将各地统一起来，由一个领袖统治，他们渴望一位勇士国王，于是将这个任务指派给了伊南娜，去寻找适合这一职位的人选。伊南娜向恩利勒推荐了一位他在旅行中发现并爱上的勇士，他是一个4个卫队指挥官的儿子，他的父亲叫阿尔巴卡德，母亲是一名高级祭司。恩利勒将权杖和皇冠交给他，他被赐名为萨尔贡一世，正义的摄政者。与尼比鲁一样，一个新的皇冠城市被建立起来，以统一各地。这个城市叫做阿卡德，意为统一之城，它距离基斯不远。萨尔贡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领土，恩利勒赋予了他的权力，伊南娜带着武器和战士一起帮助他。从海下到海上的所有土地都听从萨尔贡的掌管，因此
他把所有的军队都驻扎在第4区域的边界，以保护他。而拉则一直观察着伊南娜和萨尔贡的行动，谨慎成为当下的主题。萨尔贡采取了大胆的举措，他前往拉试图建造通往天堂的塔的地方，并宣布那是一个属于阿卡德的神圣之地。他在那里树立起代表尼比鲁王权光辉的天体物体。愤怒的拉带着那布和他的追随者赶往第1区域，并说：“我是这个神圣之地的唯一拥有者，我将建立通往天堂的门户。”拉激烈的表态，并让他的追随者在塔的地方筑起堤坝和城墙。他们为拉建造了一座新的住所，它被称为埃萨吉尔，是至高神的住所。那布将其命名为巴比伦，神的门户，伊甸之星。因此，拉定居在了第1区域的中心，伊甸之星。由此，伊南娜无法遏制的愤怒，他开始武装起来。他的追随者袭击了拉的追随者，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尼尔加尔前往巴比伦，见到了拉，他请求拉为了人民的利益离开巴比伦。尼尔加尔邀请拉去观察天空，拉竟然同意离开。然后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观察天象。马尔杜克被第2区域的人们称为拉，但由于他常年未归，于是获得了另一个名字阿蒙，意为隐藏者。这段时间，伊南娜平静了下来，仔细观察了萨尔贡的2个儿子。后来，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登上了阿卡德的王位。在那个时候，恩利勒和尼努尔塔离开了第1区域，他们前往了海洋之外的地方。第2区域，拉也不在那里，因为他去观察天象去了。因此，伊南娜看到了一个机会，想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伊南娜命令纳拉姆辛夺取所有的领土，他只是国王进攻古埃及和梅鲁哈、努比亚，这些都是马尔杜克的领土。在那个时候，纳拉姆辛犯了跨越第4区域的亵渎之罪，率领地球人军队入侵了古埃及，试图进入神圣的埃库尔，那是一座像山一样的神庙。恩利勒对他的亵渎和违反行为感到愤怒，然后他向纳拉姆辛和整个阿卡德释放了诅咒。最后，纳拉姆辛死于蝎子毒，并且根据恩利勒的法令，阿卡德也全部被毁灭。此时是地球历法1500年。在第2地区，拉的领地中的王权分崩离析，混乱和野心找到了机会。在阿卡德被摧毁之后，第1地区也出现了混乱和困惑。众神面前，城市逐渐开始由人类统治和管理。乌鲁克、拉格什、乌尔和基斯、伊辛和其他更遥远的地方，王权都在改变。恩利勒寻求了阿努的指导，并将王权交给了南纳尔。因此，第3次王权在乌尔重新确立。为了统治，南纳尔选择了一位公正的人类牧羊人，他就是乌尔纳姆。乌尔纳姆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在领地上建立了平等，结束了暴力和战斗，繁荣再次降临在大地上。就在那个时候，在一天夜晚，恩利勒做了一个梦，与恩基曾经看到的一样，恩利勒也看到了一个画面。那是一个像天空一样明亮辉煌的男人，他站在恩利勒的床边。当他走近时，恩利勒认出了加尔祖，那个白发苍苍的人。在他的左手中握着一块青金石片，上面绘制着星空。星空被12个星座的标志所分割，恩利勒能够辨认出来。加尔祖做出了改变的手势，公牛的标志暗淡了下去。加尔祖3次指向了白羊座。在梦中，加尔祖对恩利勒说道：“仁慈与和平的正当时机将会被邪恶和流血所取代。马尔杜克的公羊将会取代恩利勒的牛，将占满3个星空区域。自封为至高神的他将在地球上夺取至高地位。根据命运的旨意，前所未有的灾难将会发生。就像洪水时代一样，必须选择一个公正而有价值的人，通过他和借助他，将他的后代保留下来，继续人类的文明。这是创造万物之主的旨意。”当恩利勒从梦中醒来时，床边并没有青金石片。恩利勒在想，这是天上的神谕，还是我心中的幻想？恩利勒自问自答。他将这个信息隐藏在了自己心中，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妻子宁利尔都不知晓。在神庙尼比鲁基的祭司中，恩利勒询问天文学家提尔胡，也被称为他拉。
他是伊布鲁和阿巴卡德的后裔，是神庙尼比鲁基的第6代祭司，并娶了乌尔国王的女儿。恩利勒对塔拉说，前往乌尔的南纳神庙，从那里观察天上的时间。72个地球年是一个天体时段的计数，仔细记录其中3个时段的经过。塔拉前往南纳神庙，而马尔杜克则还在陆地上旅行。马尔杜克的目的是获得追随者，向他们宣扬自己的至高无上。在海上的土地上，苏美尔的边疆地区，马尔杜克的儿子纳布也四处奔波，激发人们去占领第4区域。在东方和西方的人民中间，冲突不断发生。各国的国王组织了军队，商队停止了来往，高耸的城墙开始拔地而起。恩利勒密切关注着一切，非常仔细地观察着。他意识到加尔祖所预言的正在发生，他认识到他应该做出决定。恩利勒仔细审视了塔拉和他的儿子们，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血脉。从他们之间应该能选择出一个由加尔祖任命的人。没有透露他的梦境幻象，恩利勒对他的儿子南纳说，在2河之间的土地上建立一座以乌尔为灵感的城市，这将是远离乌尔的家园，它将属于你和宁加勒。在其中心，你必须建立一个圣殿庙宇，让他拉成为其高级祭司。于是，南纳在阿卡德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哈兰城，并让他拉和他的家人在其神圣的庙宇中担任高级祭司。与此同时，苏美尔第3王朝的乌尔国王乌尔纳姆去世，永远埋在了西部土地的尘埃中。随后，舒尔吉掌权成为乌尔国王，他有着勇士的灵魂，对战斗有着强烈的渴望。在尼比鲁基，他自封为高祭司，还想染指伊南纳。他把那些不服从南纳尔的山地战士纳入了他的军队之中。舒尔吉率领军队，无视任务控制中心的神圣性，入侵了西部的土地，踏足第4区域，并宣称自己是4个区域的统治者。恩利勒愤怒了，迅速与哥哥恩基碰了面。恩基说：“你这地区的统治者已经越界了。”恩利勒反驳说：“马尔杜克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恩利勒又将注意力转向了塔拉。塔拉有一个长子，名字叫伊布鲁，乌姆也被称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位勇敢且精通神秘学的王子。恩利勒命令亚伯拉罕保护神圣之地，允许使用天上的战车。亚伯拉罕一离开哈兰，马尔杜克便到达了这里。马尔杜克也注意到了恩利勒领地统治者的亵渎和侵犯，他注意到了这是一个新时代和新秩序的前奏。于是，在苏美尔领土的边界上，在哈兰，马尔杜克计划着他的最后一次战争。自马尔杜克抵达哈兰已经过去了24个地球年，然后通过神庙的神谕信息，他知道时机已经到来。马尔杜克眼中含泪，呼唤了其他的众神，所有的神。马尔杜克宣布：“哈兰的众神啊，伟大的审判者们，来了解我的秘密吧！就像我的腰带缠绕着我一样，我回忆起我的记忆，我是神圣的马尔杜克，一个伟大的神。在我的领域中，我以拉之名闻名。由于我的罪行，我被放逐到了死亡之地。我在许多土地上漂泊，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它落下的地方。我到达了伊什库尔的领地。我在哈兰生活了24年，并在其神庙中寻求神谕。我询问了有关我主权的问题。神庙的神谕告诉我，你的流放日子已经结束了。决定命运的伟大众神，让我回到我的城市，让我在我的庙宇埃萨吉尔中安居，从那里为巴比伦安排一个国王，让所有的阿努纳奇众神都聚集在我的家中，接受我的盟约。阿努纳奇众神们感到不安和惊慌。恩利勒召集了所有的阿努纳奇进行一次会议，大家都对这些事件感到了不安，对马尔杜克和纳布的反对立场是一致的。在伟大的神的会议中，指责不绝于耳，争吵充斥整个会议厅，阴影笼罩着每个神。恩基发言并建议说，没有人能够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接受马尔杜克的统治。但这只是恩基的话。恼怒的恩利勒反对道，如果白羊时代即将到来，让我们阻止它达到联系天地之地，让我们摧毁天地纽带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决定摧毁天地纽带之地，恩基除外。尼尔加尔建议使用竞技武器，其他所有的阿努纳奇都同意，只有恩基再次反对。于是，地球上做出的决定
被送到了阿努那里，而阿努向地球传达了同样的话语：决定已经做出。在离开之际，恩基说道：命中注定的事情将因为你们毁灭性的决定而失败。尼努尔塔和尼尔加尔成为这个邪恶任务的执行者。恩基虽然是唯一反对的人，但他的内心是宁静的。在恩利勒来到地球之前，正是他和阿布加尔把竞技武器藏了起来。然而，恩基并不知道恩利勒有2个秘密：加尔祖的幻象梦和竞技武器的位置。恩基不知道阿布加尔在他流放期间向恩利勒展示了竞技武器的位置。恩基无法想象他们长期停留在地球上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恩利勒在没有与恩基接触的情况下，向尼努尔塔和尼尔加尔透露了竞技武器的位置。他告诉他们这些武器藏匿在山脉之中，并告诉他们它们位于地球的空腔内部。然后他告诉了2人如何适当地使用这些竞技武器的方法。在执行任务之前，恩利勒对他们发出了警告说，在使用竞技武器之前，必须将所有的阿努纳奇撤离出天地纽带之地，不能波及任何城市和人民。尼尔加尔驾驶着他的天车前往武器隐藏的地方，但尼努尔塔被父亲喊了回来。恩利勒想私下与他的儿子谈谈，他告诉尼努尔塔有关他的梦幻幻象和加尔祖的事情，还有关于他对亚伯拉罕的选择。恩利勒告诉尼努尔塔，尼尔加尔可能有些疯狂了，确保城市不受影响，并警告亚伯拉罕有关竞技武器的事情。与此同时，尼尔加尔已经到达了竞技武器的隐藏地点，他开始对 ME 译者注可能指操控的设备或程序进行编程，准备使用这些竞技武器。尼尔加尔为每个武器起了一个工作名称，第一个武器他称之为无敌者，第2个是炽烈之焰，第3个是恐惧摧毁者，第4个是容山者，第5个是风寻世界之源，第6个是无上与无下者，第7个装满了毒物，他将其命名为生物蒸发器。当尼努尔塔到达那里时，尼尔加尔已经准备好一切，准备引发毁灭和湮灭。尼尔加尔渴望复仇，他红着眼说：我将杀死这对父子，他们渴望的土地将会消失，摧毁那些罪恶之城。尼努尔塔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兄弟，问道：尼尔加尔，你会连同义人和不义之人一起摧毁吗？尼尔加尔回答道：父亲恩利勒的指示很清楚，而且我知道阿努的决定。尼努尔塔只好默不作声，自己都已经算是个战争狂了，没想到尼尔加尔比自己更疯狂。接着2人等待着恩利勒的信号，7天7夜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尔杜克回到了巴比伦，所有的追随者都聚集在这里。手持武器，他宣布了自己的至高无上。这正是恩利勒的意图，也是毁灭开始所必须的步骤。此时是地球纪年法中的公元前1736年。在那个命运之日，恩利勒向尼努尔塔发出了信号。随着信号，尼努尔塔前往了马修山，尼尔加尔跟在他后面，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们来到第4地区的中心，尼努尔塔从天空中观察了山脉和平原。尼努尔塔心情沉重地发出了信号，警告尼尔加尔别乱动。在高空中，尼努尔塔释放了第1枚竞技武器，马修山的山顶随之破裂，山脉的内部瞬间被融化。第2枚武器射向了天宫的位置，7个太阳的光芒下，平原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口，大地震颤并坍塌，天空变得昏暗，天宫的平原上布满了烧焦和碎裂的石块。曾经森林茂盛的平原，现在只剩下3根树干。尼努尔塔在他的黑鸟之上断然说道：完成了，马尔杜克和那部所觊觎的土地永远被摧毁了。然而尼尔加尔表示他想成为毁灭者，并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获得艾拉的称号。一直存在感很低的他现在状若疯狂，沿着国王之路，他飞往建有5座城市的绿色山谷。尼尔加尔记得那是那部皈依人们的地方。在绿色山谷上空，尼尔加尔以艾拉的名义一个接一个地从天空中投放竞技武器。瞬间，一波毁灭的浪潮彻底摧毁了山谷中的5座城市，这片土地很快变成了荒芜之地。那些城市被火焰和硫磺摧毁，那里的一切生物都变成了蒸汽。
这些可怕的武器使山峰坍塌，封住海水的堤坝崩溃了，海水涌入山谷，山谷完全被水淹没。当水流过变成废墟的城市时，蒸汽升腾至天空。站在他的飞船上，艾拉大声喊道：“完成了！”心中的仇恨不再存在于他的心中。尼尔加尔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尼努尔塔呆呆地望着这一切，低声骂了一句：“疯子！”不过，在随后的检查中，两人预感到了不妙。散发出毁灭能量的光辉之后，天空昏暗了下来。不久之后，风暴来临。天空一团黑暗的云层中形成了漩涡，一阵邪恶的风开始吹向大地，黑暗即将来临。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消失了，黑暗笼罩了地平线。夜幕降临，带着可怕的光辉，凸显出边缘。月亮消失在一片毁灭的浓密云雾之中。第二天黎明到来时，从西方的海上而来，一股浓密的风暴开始吹起，然后那片深褐色的云层开始向东移动，朝着有人居住的土地前进。这片深褐色的云层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散发着无尽的死亡之气。从无怜悯之谷，死亡的云雾传到苏美尔的土地。尼努尔塔和尼尔加尔急忙向恩基和恩利勒发出了警报，他们宣布邪恶的风势不止，将会给所有人带来死亡。恩利勒和恩基又将警报传递给苏美尔的众神，传达了明确的信息：逃，赶紧逃！他们大声呼喊着，受惊吓的众神逃离了他们的城市，坐着飞船迅速升上了天空，也对人民发布了信息：尽快分散和躲避。地上的人民落入了邪恶之风的魔爪之下，他们的逃亡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死亡是沉默的，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袭击了所有的田野、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城市。死亡的风就像洪水一样吹过厚厚的墙壁，没有一扇门能挡住那股风。那些躲在房子里的人也被冲走了，他们像苍蝇一样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街道上堆满了尸体。那些幸存的人的嘴里也满是唾液和泡沫，这是死亡的征兆。邪恶之风从西向东穿越平原和山脉，摧毁了一切生命。在它经过之后，没有留下任何活物。曾经清澈的水成了毒药，田野里的一切植被都枯萎了。从南部的埃利都到北部的西帕尔无一幸免，邪恶之风摧毁了这片国土。第二个区域，巴比伦以南的所有土地也被邪恶之风吞噬，而且它很快就到达了第二区域的中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灾难的余波中，圣城巴比伦却完好无损。马尔杜克宣称，统治的地方仍然保持着正常的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灾难之后，恩基和恩利勒一同探讨了发生的情况。恩基解释，巴比伦的幸存是为创世神意志的标志，表明马尔杜克的升位是命中注定的。恩利勒表示同意，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创造者的意愿。随后，恩利勒揭示了那个梦境和加尔祖的预言。恩基质疑道：“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为什么没有阻止使用毁灭武器呢？”恩利勒以痛苦的语气说：“兄弟啊，原因很简单，在你抵达地球后，每次任务受阻，我们都找到了克服障碍的方法。正是这样，地球人类的创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但这也导致了无数的不良后果。当你了解了天文周期并分配了星座之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他继续解释说，在这个阶段，我们都在努力维持我们的权利和领地。然而，加尔祖的预言揭示了马尔杜克将在天文周期的新纪元中升至统治地位。我选择不干预毁灭武器的使用，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时局的必然结果。虽然我们的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它也为新秩序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恩基听后叹了口气，他明白恩利勒的解释，尽管如此，他仍然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忧虑。谁能预见命运的安排？谁又能分辨出我们选择的命运和我们无法避免的命运呢？谁宣布虚假的预言？谁又能做出真实的预言呢？正因为如此，恩利勒决定将加尔祖的话隐藏在自己心中。他需要知道，那位创造者使者的话是否真实，还是只是他的错觉。因此，恩利勒告诉自己，该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等气氛舒缓了些后，恩基说道：“
第一地区已经成为一片荒凉，第二地区也陷入了混乱，第三地区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天地纽带之地也不复存在。恩利勒说，所以这就是创造者的意愿，这就是我们在地球上使命的结果。这也正是由于马尔杜克的野心而播下的种子，就让他收获他所种下的果实吧，将属于尼努尔塔数字50的位置授予马尔杜克，让马尔杜克宣布他在这些荒凉地区的至高无上。至于我和尼努尔塔，我们将不再阻拦他，我们将前往大洋彼岸的土地。至于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除了为尼比鲁获得黄金，我们将继续直至完成我们的任务。恩基仔细聆听着，然后他说，也许如果没有使用竞技武器，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恩利勒笑了笑，摇头回答说，如果我们没有理会加尔祖的话，直接回到尼比鲁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在阿努纳奇人组织第一次叛乱时就停止在地球的使命，又会怎么样？两人思索着，这一切只是如果，然而现实是没有如果。恩基说，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你也做了你该做的事情，过去是无法撤销的，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教训吗？地球上发生的事情难道不是尼比鲁上的反应吗？过去是未来的轮廓吗？以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出来的人类，难道不会重复我们的成就和失败吗？恩利勒保持沉默，当他站起来准备离开时，恩基伸手拦住他，说道，让我们以兄弟的方式相互问候，以同伴的身份面对在一个陌生星球上的众多挑战。恩利勒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伸出手臂将哥哥拥入怀中。恩基问道，我们还会相见吗？恩利勒反问道，加尔祖是对的吗？我们返回尼比鲁真的会死吗？说完，恩利勒就转身离开了，恩基独自一人留在那里，只有他的思绪陪伴着他。他坐了下来，反思着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一切是如何展开，直到现在。在他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许多疑问，一切是命中注定，还是命运由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所铸就的？他思索着，如果天地是由一个个周期调节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否可能再次发生？过去是否是未来的关键？地球人是否注定要延续阿努纳奇的道路？地球会重复尼比鲁所经历的吗？最早到达的人应该是最后离开的人吗？在思考的冲击下，疑虑使他麻木不仁。最后，恩基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自言自语地说，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需要被记录下来，从尼比鲁的开始到如今的地球，并且在后人的时代，命运所选择的时刻，地球人可以阅读的这份记录，回顾过去，以理解未来的预言，让未来来评判过去。因此，恩基等待适当的时机，在大灾难后的第7年第2个月的第17天，他召集了2名使者，一位是文士乌德巴尔的儿子，另一位是来自埃利都的大文士恩杜巴萨尔。恩基告诉使者，他们应该乘一艘小船，将他所选择的人带到马干之地，古埃及，那里有大门，位于马干河的中央。然后在那里，恩杜巴萨尔将在40个日夜之内，把所有的信息记录在14块泥板上，并附上他自己的见证。因此，恩杜巴萨尔那些在埃利都毁灭时幸免于难的幸存者之一，受到了恩基的祝福，得到了长寿的祝福。通过恩杜巴萨尔的双手，恩基大人的话语被记录在了这14块板上，没有丝毫的遗漏，没有隐瞒一个字。他的话语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直到未来。最终，我们找到了这个故事。到此，传奇故事已经完结。基于撒加利亚·西芹的《恩基失落之书》，阿努纳奇的故事也告一段落。由衷的感谢您的观看。